大家好，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本期视频内容均基于真实资料整理，力求客观呈现。视频画面未使用AI生成，仅封面由 Canva 制作。我们始终希望通过内容传递温暖与正能量，陪伴大家感受更积极的生活。陈逸天公开力挺认可赵丽颖，搭档安岳熙新剧算不算梦幻隔空？娱乐圈近日又传来一则令人捧腹的趣事。全能艺人陈逸天一直以来被圈内人称为赵丽颖的铁杆粉丝，他对赵丽颖的演技、品格和作品给予了高度评价，这份欣赏之情从未掩饰。多年来，陈逸天毫不吝啬地公开赞扬赵丽颖，尤其对她在拍戏时那种敬业精神、扎实的演技和每一部作品都能打破圈层的能力，表示深深的敬佩。他将赵丽颖视为自己崇敬的榜样，赵丽颖的这份真诚与低调的魅力，也让陈逸天成为娱乐圈最具代表性的追星族。众所周知，赵丽颖与安岳熙曾在经典的热播剧《花千骨》中有过深入的合作。剧中的他们不仅建立了极为深厚的姐妹情谊，现实中也成了好朋友，两人私下的关系同样亲密无间。每谈起这段合作，粉丝们的脑海中总会涌现出满满的回忆和情感，那些共演的经典瞬间也早已成为许多人心中的永恒画面。如今，陈逸天和安岳熙在热门剧《这个宫女不太冷静》中再度携手演出，这两位实力派演员的联手合作，不仅让剧集增色不少，也让观众看到了更多的火花四溅。剧集播出后，二人的互动频频，默契十足，网友们的热情也因此被点燃。更让人感叹的是，这一边是陈逸天心中的偶像赵丽颖，另一边则是赵丽颖昔日的黄金搭档安岳熙，三人的奇妙联动引发了广泛热议。网友们纷纷感叹，这样的缘分实在是巧妙的让人无法忽视。不少网友在社交平台上不禁表示，虽然陈逸天没有机会和赵丽颖本尊同台合作，但他却与赵丽颖的老搭档安岳熙携手合作，这种偶像同款人脉的巧妙联动，简直可以视为一种间接的隔空合作。一步步的接近自己偶像的圈子，缘分似乎真的在不经意间悄悄安排了这一切。对于热衷于追星的粉丝们来说，陈逸天的方式可谓是最体面、最有意义的追星之道。在这个信息流飞速滚动、热点不断更替的娱乐时代，有时候最打动人心的，并不是铺天盖地的营销，而是一种带着温度的真心流动。当我们看到陈逸天多年来毫不掩饰地表达对赵丽颖的欣赏时，那种感觉其实很微妙，既像普通观众的投射，又多了一层来自同行的专业认可。这种粉丝加同行的双重视角，反而让人更容易看清一个演员真正的分量。说实话，娱乐圈从不缺互相点赞，但像陈逸天这样持续、具体、带有个人理解的欣赏，却并不多见。他提到赵丽颖时，往往不只是停留在好看、努力这些空泛标签，而是会落到细节、角色的完成度、情绪的层次，以及她在不同题材中的适应能力。这些评价听起来不夸张，却很有分量，因为那不是站在粉丝滤镜里的夸赞，而更像是一个从业者对另一位演员的认真观察。而如果我们把时间线往回拉，花千骨几乎是很多观众心中绕不开的情感起点。在那部剧里，赵丽颖和安岳熙之间的对手戏，既有少女情谊的轻盈，也有命运撕扯下的沉重。她们的关系不是简单的好姐妹，而是带着成长、误解与和解的复杂情感结构。这种层次感也恰恰体现了赵丽颖在表演上的细腻，她不会把角色演成单一的情绪符号，而是让人物在矛盾中成立。所以当时间来到现在，看到陈逸天与安岳熙在这个宫女不太冷静中的合作，就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奇妙的延续感。这种延续并不是剧情层面的，而是一种情感网络的自然延展。一个人欣赏的演员曾与另一个人创造过经典，而他又与这个人产生新的合作关系，三点之间看似松散，
却在观众的感知中形成了一条隐形的线。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网友会用隔空同框来形容这种关系。它并不是真的同台，却有一种比同台更耐人寻味的联系，因为它不是刻意安排，而更像是一种自然而然发生的行业轨迹。在这个轨迹里，赵丽颖始终是那个被反复提及的中心点，不是因为她频繁出现，而是因为她留下的作品和合作关系持续在不同的时间节点被重新激活。从观众角度来看，这种间接联动其实有点浪漫，它让人意识到一个演员的影响力并不只体现在当下的热度，更体现在他如何参与，甚至塑造了一段又一段关系链。赵丽颖这些年走过的路径很少喧哗，却异常扎实。她不急着证明什么，却总能在关键时刻用作品把话说清楚。而陈逸天的追星方式，某种程度上也提供了一个挺有意思的参照。他没有用夸张的姿态去靠近偶像，而是用自己的工作去延伸这份连接。与安岳熙的合作并不是借光，反而更像是一次平等的创作碰撞。正因为如此，这种联系才显得自然，也更容易被观众接受。说到底，娱乐圈的故事之所以好看，从来不只是作品本身，还有这些围绕作品延伸出的关系、记忆和情感。当我们把这些线索慢慢串联起来，就会发现，有些演员的价值并不需要反复强调，他早已在无数人的叙述里悄悄成为了一个坐标。而赵丽颖恰恰就是这样的存在。赵丽颖用精湛演技证明，不愿坐在宝马车上哭，愿坐在她的电驴上笑。4月27日早上10点16分，赵丽颖的工作室再次通过社交平台分享了一组特别的花絮照。这一次展示的是赵丽颖曾饰演的角色和幸福骑小电驴的经典剧照。配文来和大家报道啦。这一简单的话语瞬间把观众的思绪拉回到那个风风火火的小媳妇和幸福的世界里，仿佛她又活生生地站在我们面前。照片中的赵丽颖穿着一件鲜艳的红色卫衣，搭配着亮眼的红色头盔，完全没有明星光环的束缚。她的眉眼间透出一种专注与坚定，将和幸福角色自带的那份轴劲儿和韧劲诠释得淋漓尽致。那简单的素装，干净利落的马尾，再加上背后的山野景象与电动摩托车，仿佛把何幸福从银幕上搬到了现实，观众几乎能触摸到她身上那股泥土气息与生命力。她身穿一件浅米色的防风外套，内搭一件红色毛衣，黄头盔下的她正专心骑行在乡间土路上。赵丽颖微微垂着眼帘，神情专注而又柔和，整个人不再是那个聚光灯下的明星，而是化身为那个充满韧劲与坚毅的乡村女性。她的穿搭贴合乡村日常，骑行的姿态精准还原了何幸福那份为了生活拼搏的决心，每一细节都充满着活力，仿佛是活生生的人物站在我们眼前。这组剧照延续了赵丽颖工作室一贯的宣传风格，不靠流量博眼球，而是通过角色本身的魅力来吸引观众。从谁是凶手中神宇的深沉剧照，到风吹半夏李许半夏的年代质感大片，再到如今和幸福的生活化瞬间，赵丽颖的工作室始终秉持用最贴合角色的细节和场景来放大每一个人物的魅力。幸福到万家不仅是赵丽颖事业的一次重要转型，更是一部令观众铭记的现实主义佳作。播出期间，节目创下了 CVB 双台综合收视年关的好成绩，荣获了5个一工程奖，并且提名了白玉兰奖、金鹰奖等多个奖项，还成为央视反复重播的典范。赵丽颖凭借细腻的演技，把何幸福从一位为妹妹讨公道的酱媳妇演绎成了一个带领相亲致富的领袖形象，打破了对这一角色的所有固有印象，成为无数观众心中的女性力量的象征。从古装剧里的侠女与贵女，到现代剧中的乡村女性与商界女强人，赵丽颖每一次的角色挑战与突破，都离不开工作室的精心打磨以及她自己全情投入的演绎。
就如同剧中何幸福骑着小电驴穿行于乡间，赵丽颖也在演员的道路上带着那份坚韧与勇气，越走越远，活成了自己角色中的幸福模样。我们对未来的赵丽颖充满期待，期待她继续带来更多精彩、优秀的作品，继续在荧幕上绽放光彩。在当下这个被流量与标签不断裹挟的娱乐环境里，能让观众真正记住的，从来不是一张精致的脸，而是一个活过的人物。而赵丽颖恰恰就是那种可以把角色活出来的演员。当工作室释出何幸福骑着小电驴的那组花絮照时，我第一反应不是好看，而是真实。这种真实，并不是刻意营造的粗粝感，而是一种从骨子里渗出来的生活气息。红色卫衣，红色头盔，简单的马尾，没有精修滤镜的加持，也没有明星光环的遮掩，他就那样坐在电动车上，仿佛下一秒就要赶去处理村里的纠纷。那一刻，你很难再把他和明星2个字联系在一起，他就是何幸福。其实很多演员都在尝试接的气，但往往停留在造型层面，衣服可以旧，妆可以淡，但眼神骗不了人。而赵丽颖厉害的地方在于，她不仅像，更是信。她的眼神里有执拗，有不服输，也有被生活打磨后的柔软，那种复杂而真实的情绪，让何幸福这个人物不再是纸面上的设定，而是一个会呼吸、有温度的存在。幸福到万家之所以能够成为现象级作品，绝不仅仅因为题材的现实性，更在于人物的可信度。何幸福从一个为妹妹讨说法的酱媳妇，一步步成长为带领相亲致富的带头人，这条成长线如果处理不好，很容易流于口号化。但赵丽颖用极其细腻的表演，把每一个转变都落在了细节里，一个眼神的迟疑，一次情绪的压抑，一句带着乡音的质问，都让人物的成长显得水到渠成。我一直觉得，一个演员真正的转型，不是换个造型或者接几部不同类型的剧，而是能不能打破观众对她的惯性认知。赵丽颖从早期古装剧中的灵动少女，到后来风吹半夏中锋芒毕露的许半夏，再到何幸福这样扎根土地的普通女性，她走的每一步都不算轻松，甚至可以说是在主动去光环。而这种选择本身就需要极大的勇气，尤其是在这个颜值及正义的行业里，她偏偏选择用最朴素的方式证明自己，不靠滤镜，不靠人设，只靠角色说话。何幸福骑着小电驴的画面，其实某种程度上就是赵丽颖职业生涯的一个隐喻。她不追求坐在豪车上的体面，而是更在意角色带来的那种踏实与真实。观众也正是从这种真实中感受到了一种久违的力量。还有一点特别值得一提，就是她对生活感的把握。很多演员在演普通人时，容易把苦放大，把土标签化，但赵丽颖没有。她演的何幸福是有棱角的，也是有温度的，会倔强地争一个说法，也会在生活里一点点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这种不极端、不脸谱化的表达，让人物更接近真实世界中的女性，也更容易引发共鸣。从行业角度来看，这样的表演其实是非常难得的，因为它不讨巧，不容易制造话题，却最考验基本功。也正因为如此，当观众在多年后回想起何幸福时，记住的不会是某一个名场面，而是那种持续存在的、扎实的情感连接。回到这组骑电驴的剧照，它之所以能引发讨论，并不是因为画面多惊艳，而是因为它唤醒了观众对角色的记忆。那种他还在生活里的感觉，是很多作品做不到的。而这恰恰就是演员价值最直接的体现。赵丽颖这些年的变化，其实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沉下来。她不再急于证明什么，也不再依赖外界的定义，而是一步步用作品去建立自己的坐标。从何幸福到更多未来的角色，她已经不只是演谁像谁，而是在不断拓宽观众对她可以是谁的想象空间。所以当我们在看到她骑着小电驴的身影时，
其实看到的不只是一个角色，而是一种创作态度，不浮躁，不取巧，愿意把自己放进生活的土壤里，去长出真正有力量的东西。这样的演员确实值得被期待。冯绍峰贴心蹲地整理书包袋，赵丽颖低调侧身压帽檐。冯绍峰蹲在校门口，指尖捏着儿子的书包袋，小心翼翼地调整着，仿佛生怕一丝不慎就会弄乱了孩子的世界。赵丽颖站在几步远的地方，她默默地弯下腰，将孩子的帽檐轻轻压了压，像是完成了一项日常的、毫不引人注意的任务。2026年4月的上海，细雨淅淅沥沥，空气里弥漫着湿润的气息。她穿着简单的衣服，身影微微弯曲，伞面低垂，似乎有意把那一点点淋到自己肩上的雨，尽量挡在孩子的身旁。两人站得不近，彼此没有对视，也没有一丝焦急的动作。那一刻，他们像是经过了无数次排练的舞蹈，默契地完成了各自的角色。冯绍峰认真地调着书包带，而赵丽颖则低头，细心地帮孩子调整帽檐。动作无声，却充满了一种熟练的默契。那时，距离他们离婚已经整整5年。虽然有人翻出了年初他和 Jenny 在上海静安嘉里中心吃冰淇淋的照片，也有人在社交媒体上讨论新欢撞脸赵丽颖的话题，但那天在校门口，这些话题都未曾被提起。没有关于恋情的讨论，甚至没有人提及复婚，连伞也没有2个人共撑一把。那一刻，所有人只看到了他们的日常，只看到了父母的身影，默默地履行着自己的责任，像是彼此熟知的规则，没有任何多余的言语和眼神交流。冯绍峰在演艺圈的节奏早已变得不那么急促，他放弃了80%的综艺邀约，把生活重心转移到了电影和赛车上。他搬家到了训练场附近，考取了职业赛车驾照，又全身心投入到《飞驰人生3》的剧组中，足足待了40多天。电影最终的票房破了44亿，这个数字远远超过了最初上映几天时的26亿，许多人甚至一度认为那时的数字就是最终的结局。冯绍峰在剧中的角色不断变化，从退伍军人到科研工作者，再到经典角色狄仁杰，甚至挑战了国家安全题材的短剧角色。戏外，他和赵丽颖的合作依然密切，尽管彼此不再是情侣，但他们通过钉钉保持着高效的工作联系，甚至做了共享日历，标注着孩子的疫苗接种时间、家长会的日期。他们前前后后完成了67次无接触交接。在他们的世界里，生活依然有着共同的安排和分工，有着一种新的平衡。虽然不再是夫妻，但他们在育儿上的责任和分工却从未减少。孩子身体不舒服时找爸爸，情绪不好时找妈妈，这成了他们不成文的规则，既是责任，也是一种无言的守护。父亲节那天，赵丽颖和冯绍峰的儿子从他身后跑出来，大声喊着：“爸爸，我爱你。”冯绍峰脸上露出如阳光般温暖的笑容，手指无意识地抚摸着孩子的后背，眼里是满满的柔情。赵丽颖站在一旁，安静地看着，没有抢镜头，也没有离开，仿佛默默为这一刻的美好提供着支持。网友们纷纷称这段视频为离异育儿的天花板，也有不少人感慨，他们让所有人相信，有些关系的结束，并不是消亡，而是换了一种方式，继续守护。这段话传递的情感，似乎让所有人都感受到了这份跨越时间与空间的亲密。然而，没有人知道，或许那天在校门口的雨，刚好下得足够大，刚好让2个人都低下头，专注于自己的事情，而不需要抬头看对方一眼。冯绍峰蹲身调整书包带时，赵丽颖为何偏要站在另一边，替孩子压好帽檐？或许这只是生活中最平常不过的一瞬间，但也许正是这份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才反映了他们之间最深的默契和最坚实的守护。在那些不言而喻的时刻里，彼此之间的关怀和责任，早已融入到了日常的每一份小事中，彼此心照不宣。在这个被细雨轻轻包裹的清晨，
镜头仿佛不自觉地放慢了节奏。校门口的人来人往被虚化，唯独赵丽颖与冯绍峰的身影被一种近乎纪录片式的克制与温柔定格下来。没有音乐，没有对白，却比任何精心设计的桥段都更打动人。很多人喜欢用体面去形容离别后的关系，但这一刻呈现出来的并不是刻意维持的体面，而是一种已经内化进生活肌理里的默契。他低头为孩子压帽檐，他蹲下整理书包袋，两个人各自完成动作，没有交集，却又像早已排练过千百次。这不是疏离，反而是一种更高级的靠近。就像电影里最动人的留白，不说爱，却处处是爱。如果说这些年赵丽颖在荧幕上不断突破角色边界，从坚韧的和幸福到复杂多面的现实女性，她塑造的是人的层次。那么在生活中，她则用一种几乎不张扬的方式，把母亲这个身份演绎得更加真实动人。没有情绪的外放，没有刻意的表现，她只是站在那里，轻轻一个动作，就让人看见一种稳定而坚定的力量。这恰恰是她最难得的地方，不需要成为场景中心，却始终是情感的支点。那一瞬间，他没有看向镜头，也没有试图参与任何关于关系的叙述，他只是把注意力全部给了孩子。这种选择看似简单，却极其有分量，因为它意味着一种清醒，把人生的重心从关系的定义转移到责任的落实。而这种清醒与他这些年的成长轨迹是完全一致的。他早已不是那个需要被标签定义的演员，也不是需要通过话题维持热度的公众人物。他更像是慢慢沉淀下来的一种存在，不喧哗，却有回声。反观冯绍峰，他蹲在地上的那个瞬间，同样值得玩味。一个曾经在大银幕与古装剧中塑造过无数角色的演员，此刻把全部注意力放在一条书包带上。这个动作本身比任何好爸爸的标签都更有说服力，因为他不需要证明，只是在发生。但真正让人动容的，并不是他们各自的好，而是这种分工背后的秩序感。孩子需要的时候，他们都在；但不需要的时候，他们彼此后退。这种恰到好处的距离，其实比亲密更难。它需要克制，需要边界，更需要一种长期建立起来的信任。很多影视作品喜欢把离婚后的关系写成对立、撕扯，甚至是情绪的延续。但现实中的这一幕却提供了另一种叙事可能：关系的结束不等于情感的清零，而是转化为另一种结构，从伴侣变成共同抚养者，从并肩变成分工。也正因为如此，那些关于新恋情的讨论，在这一刻显得格外遥远。无论外界如何猜测、拼接故事，在这个雨天的校门口，一切都被简化成最本质的东西：孩子、责任，以及两个成年人对生活的理解。我反而觉得，这样的画面比任何复合或者戏剧性重逢都更有力量，因为它不依赖情绪的高潮，而是建立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之上。67次无接触交接，共享日历、疫苗时间、家长会，这些看似琐碎的细节才是真正支撑起一个孩子世界的主线剧情。而赵丽颖在其中的存在，更像是一种安静却不可替代的坐标。她不需要说我很好，她的状态本身就在说明一切：松弛、自洽、有边界。她可以在咖啡馆独坐2个小时，也可以在校门口默默完成一个微小动作。这种从容，是时间给她的礼物，也是她一步步走出来的结果。所以当有人说这是离异育儿的天花板时，我反而更愿意把它看作一种生活的底色，不是高不可攀，而是难能可贵。它提醒我们，真正成熟的关系，从来不是轰轰烈烈，而是各自站在自己的位置上，把该做的事情做好。或许正如那场雨，不大，却足够让人低头；不急，却能慢慢渗进心里。就在这样的时刻，他们不需要看向彼此，也已经完成了一次最默契的对话。38岁赵丽颖近况：常居上海，
爱素颜出门约见朋友，浑身都是松弛感。2026年已经悄然过半，而赵丽颖依旧稳坐85花顶流的位置。年初，她就交出了令人瞩目的王炸作品，央视大剧《小城大事》一经开播，便迅速引爆全网，热度持续攀升。除了这部爆款大剧，她手里的资源同样亮眼。主演的短剧《在人间》顺利入围白玉兰大奖，而她的另一部古装大作《与凤行》也在紧锣密鼓的拍摄中。可见，无论是影视作品还是奖项提名，她都稳稳占据着行业高地。在戏约不断的同时，她的商业资源也遥遥领先。放眼整个内娱圈，能拿到如此顶奢代言和合作的85花演员，几乎找不到第二个。这种全方位的资源优势，让她始终处于聚光灯下。现年38岁的赵丽颖，依旧选择单身。不拍戏的日子里，她多居于上海，也因此经常被热心网友偶遇。私下的赵丽颖完全没有明星的架子。逛街、约朋友见面时，她连妆都懒得化，随意戴一顶鸭舌帽，搭配宽松休闲装，整个人散发出轻松惬意的氛围，让人看着就感到舒服自在。有时，她和好友在咖啡厅里静坐聊天，悠闲地享受午后时光；有时，她安静地坐在饭桌旁，认真倾听朋友的谈话，神情温柔而专注；有时，她与好友沿着梧桐树下缓缓散步，享受难得的宁静时光。即便独自出门，她也没有保镖随行，显得格外接地气。这样的赵丽颖，不加修饰的真实与自在，让人越发喜欢她。在当下节奏越来越快、标签越来越多的娱乐环境里，能真正让人感到松弛的演员，其实并不多见。而当我们把目光投向赵丽颖，却会惊讶地发现，她似乎正在用一种不声张的方式，重新定义什么叫顶流的从容。38岁的她，没有刻意强调年龄，也没有急于证明什么，却在2026年一开年，就用一部《小城大事》稳稳拖住了自己的位置。这不是简单的爆款，更像是一种厚积薄发后的自然回响。观众看见的，不只是角色的成长，还有他这些年在表演中一点点沉淀下来的力量。那种不急不躁，却层层递进的情绪表达，恰恰是很多演员难以企及的。更有意思的是，他并没有被单一类型困住。在人间的入围，与凤行的推进，让人看到他在现实题材与古装叙事之间自如切换。他不是在接戏，而是在选择不同的表达方式。有人说，这是一种掌控力，我更愿意称之为一种对自我节奏的清醒认知。但真正打动人的，往往不在聚光灯下。上海街头的偶遇画面，反而比任何精修大片更有说服力。素颜、鸭舌帽、宽松衣服，这些元素放在普通人身上再平常不过，可放在一个长期站在行业顶端的演员身上，却显得格外珍贵。他没有刻意营造接地气，而是本来就如此生活着。这种不设防的状态，让人很难不产生一种亲近感，仿佛他不是遥不可及的明星，而是生活在城市某个角落的普通人。咖啡馆里安静聊天的他，认真倾听的神情，比任何台词都更有力量。梧桐树下缓步而行的他，也像极了一部慢节奏电影里的长镜头，没有冲突，却充满情绪。这种画面感，其实正是他这些年在荧幕上不断修炼出来的气质外溢。更值得一提的是，他对独处的态度。在很多人还在用热闹填补生活的时候，他已经学会享受安静，不需要保镖，不依赖排场，一个人出门也从容自如。这种安全感，不是外界给予的，而是内心建立起来的。这一点，或许才是他最迷人的地方。有人会问，一个演员为什么能在38岁依然保持如此稳定的状态？答案或许很简单，他从未停止成长，但也从未急于奔跑。他走得不快，却走得很稳。他不喧哗，却始终被看见。如果说年轻时的他是用努力换来机会，那么现在的他
更像是在用生活反哺表演。那种松弛感，不是刻意练习的结果，而是经历之后自然流露的状态。也正因为如此，他的每一次出现都显得真实而有温度。在我看来，赵丽颖如今最难得的，不是资源的高度，也不是成绩的稳定，而是她依然保有一种可以慢下来的能力。在这个人人都想更快、更高、更强的时代，她却选择了一种更难的方式，稳稳地做自己。而这种选择本身就已经足够动人。反差感拉满，王一博赛车服配小马尾太绝了。谁能想到2026年4月的 China GT 上海站，会因为一个人的出现，让原本小众的赛车圈彻底沸腾，成为全网狂欢的盛宴。85号车手王一博用一场兼具专业实力与极致反差的赛场表现，狠狠刷屏了所有社交平台，而他离开后的后续赛事更是冷清的让人唏嘘。这波强烈反差直接坐实了他赛车圈顶流天花板的地位。上海站的赛道上，引擎轰鸣震耳欲聋，王一博驾驶着那辆标志性的丛林迷彩85号梅赛德斯 AMG GT3 EVO 赛车，一出场就自带高光，谁也不敢再用明星玩票的偏见看待他。排位赛直接跑出2分03秒357的圈速，相比2025年直接提升近1秒，全场第24名 ，AM 组第10名的成绩，每一分都是硬实力的证明。正赛里更绝，从第25位发车，全程稳如磐石，凭借精准操控连续超车，一路冲到第19位，最终拿下 AM 组第4名的好成绩。要知道，赛车座舱温度能飙升至50摄氏度以上，普通人待几分钟都难以忍受，王一博却能连续完成22圈耐力训练，还反复打磨雨天抓地力细节，被车队盛赞守住节奏，分段数据全线优化。这份在极限环境下的专业耐力，彻底打破了外界对跨界艺人的质疑，活成了职业车手的模样。而在场下的王一博又瞬间切换成软萌少年，反差感直接戳中全网心巴。高高扎起的小马尾，蓬松卷发搭配硬核赛车服，凶猛气质拉满，随便一个造型都能引发全网二创热潮。摘头盔后毫无顾忌的灿烂笑容，躲在柱子后探头张望的小调皮，还有官方 vlog 里专注和工程师讨论策略，蹦蹦跳跳进 P 房，抱着玩偶发呆的模样，每一个随地大小笑的名场面都被粉丝截成表情包疯狂传播。可萌可酷的85号宝宝成了他最贴切的标签。这场上海站堪称王一博一己之力带火的赛车盛宴，5万张门票提前45天就被抢购一空，创下 China GT 10年门票100%售罄的纪录。原本女性观众仅占12%的赛场，直接飙升至90%，满眼都是绿色樱园海，氛围感直接拉满。红牛、Undefeated 等7家国际品牌纷纷追加赞助，他的85号迷彩赛车、竹叶青蛇头盔，一夜之间成为赛车圈最具辨识度的标志性符号。更重要的是，他用真实热爱打破了明星玩票的成见，带动青少年卡丁车咨询量暴涨37%，就连上海市文旅局都将他评为城市体育名片。可谁也没想到，上海站的高光过后，后续赛事直接迎来断崖式冷清。没有了王一博的赛道，仿佛瞬间失去了所有热度，门票销售遇冷，现场观众寥寥无几，曾经刷屏全网的赛车话题热度直接跌至谷底，社交媒体上的讨论量、二创内容更是大幅缩水。没有了绿色樱园海，没有了全民热议的名场面，没有了顶流带来的破圈效应，后续赛事彻底回归小众赛道的常态，和上海站的盛况形成了天差的别的反差。这波强烈反差恰恰印证了王一博的独特影响力，他从不是蹭热度的跨界者，而是能为小众赛道注入顶级流量、重塑文化认知的引领者。从顶流偶像到职业赛车手，他用实力撕掉偏见标签，用鲜活少年感打破次元壁，
让更多人看见赛车运动的魅力。如今，85号车手的上海站高光已成经典，后续赛事的冷清更显他的不可替代。期待未来王一博能继续驰骋赛道，带着这份极致热爱与专业实力，不断刷新纪录，再次掀起属于他的赛车风暴，续写速度与激情的传奇。在我看来，这一场属于王一博的上海赛道时刻，已经不仅仅是一段体育新闻，更像是一部自带节奏与情绪张力的现实电影，有速度，有热血，有反差，还有一种极为罕见的从人物本身生长出来的真实魅力。2026年春天的 China GT 中国超级跑车锦标赛上海站，本该只是属于小众赛车迷的狂欢，但因为它的出现，这个原本略显封闭的竞技场被彻底打开了一个情绪出口。引擎声不再只是机械轰鸣，而像是一种叙事节拍，一下一下把观众带进他的世界。你会发现，很多人一开始是来看明星，但看着看着却被一个真正的车手留住了。最打动人的是那种几乎可以被镜头放大的成长感。排位赛2分03秒357的圈速，看似只是一个冷冰冰的数字，但如果放在连续2年的进步轨迹里，它就有了戏剧性，接近1秒的提升。在职业赛车世界里，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对线路的重新理解，对刹车点的重新计算，对每一次出弯油门的精准控制。这不是运气，是反复训练之后形成的身体记忆。而正赛的推进，则更像一场完成度极高的叙事高潮。从第25位发车，到稳扎稳打一路追到第19位，没有冒进的英雄式鲁莽，也没有明星式的表现欲，反而是一种非常克制，甚至略显冷静的节奏控制。这种手的能力其实比冲更难，它需要对自我情绪的管理，也需要对整场比赛结构的理解。这一点恰恰是很多人低估他的地方。但如果说赛道上的他是收敛的锋芒，那么摘下头盔之后的他，就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叙事维度。小马尾、卷发，笑起来毫无防备的表情，那种带点孩子气的轻松状态，与刚刚在50摄氏度座舱里完成22圈高强度驾驶的车手形象，形成了一种极具冲击力的对比。这样的反差并不是刻意营造，而是一种天然存在，它既能在极限环境中保持高度专注，也能在离开赛道后迅速回到松弛，甚至有点调皮的状态。这种反差其实正是当下观众最容易产生情感连接的地方，因为它让人相信这不是一个被标签定义的人，而是一个在不同维度里都真实存在的个体。更有意思的是，这种个人魅力并没有停留在人设层面，而是直接转化成了一种可见的文化影响力。5万张门票提前售罄，女性观众比例的剧烈变化，社交媒体上爆发式的二创内容，这些都说明了一件事：它不仅在参与一项运动，还在改变这项运动被观看、被理解的方式。当一个原本偏硬核、偏男性向的竞技项目开始被更多普通观众讨论、分享，甚至情绪投入时，它就已经完成了一次破圈。而这种破圈从来不是靠口号完成的，而是靠一个具体的人用足够真实的行动把距离一点点拉近。也正因为如此，上海站之后的冷清才显得格外明显。当观众习惯了那种情绪浓度、那种叙事张力，再回到常规赛事时，自然会产生落差。这种落差并不意味着赛事本身失去了价值，而是说明曾经被它点燃的那一部分观众期待还没有找到新的承接点。换句话说，它短暂地把一条小众赛道变成了一个大众可以进入的情感空间。而当它离开，这个空间暂时关闭，于是热度也随之退潮。但从更长远的角度看，这恰恰是最有意义的部分。因为真正重要的从来不是某一场比赛有多热闹，而是是否有人因为这场比赛第一次记住了赛车，第一次理解了圈速、弯道和节奏，
甚至第一次产生了我也想试试的念头。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这场风暴就已经留下了它的痕迹。回到人物本身，王一博的特别之处在于他始终没有停留在跨界的表面，他既没有把赛车当作短期话题，也没有急于证明什么，而是用一种近乎执拗的方式，把自己一点点嵌入这个体系里。从训练到比赛，从技术到心态，他选择的是最慢，但也最扎实的一条路径。这条路不一定最耀眼，但却最有说服力。所以，当人们说他是赛车圈顶流的时候，我更愿意把这个词理解为一种结果，而不是起点。真正值得被记住的，不是流量本身，而是他如何一步步走到这个位置。如果把这段经历当作一部电影来看，那么上海站只是第一幕的高潮，后面的故事还远没有结束。而观众之所以愿意继续等待，大概是因为已经看见了这个故事并不会轻易停下。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再见。